AH-64阿帕奇将重获新生。作为世界上最知名的武装直升机，阿帕奇的兄弟姐妹可以说遍布全球。美国陆军也是拿它当亲儿子一样，不断升级改进。现在已经到了 AH-64E， 性能也是一型更比一型强。从 A 型到 E 型，美军改进的基本都是软件，现代化程度或者说先进程度水涨船高。只是就这美军还不满意，打算给阿帕奇升级一下硬件，换个发动机。美军称其为改进涡轮发动机计划。现在发动机已经完成了第一轮的测试，作为阿帕奇的好兄弟，黑鹰也能沾光换一换发动机。那么问题来了，新型发动机性能如何？可以为阿帕奇、黑鹰这种美军现役直升机的性能带来多大的提升？美陆军航空兵现役主力装备阿帕奇与黑鹰这两种机型，占该军种直升机装备总量的 75%， 用的也都是通用电气公司的 T700 发动机，性能也可以，更重要的是可靠。T700 发动机的基本型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就已经研发成功，到现在已经累积超过了1亿飞行小时的战斗经验。通过不断的升级和技术进步， T700 系列发动机的动力提高了1倍，成本也降低了 50%。只是即便如此，仍然跟不上时代。当时对发动机功率的基本要求是在海拔1219米和35度的环境下，满足黑鹰搭载11人步兵班快速部署的要求。但是在阿富汗战争中，黑鹰和阿帕奇的飞行高度和使用环境温度都超出了原本设定的高度，功率也略显不足。黑鹰在当地环境下的载重和航程根本没办法满足作战要求，阿帕奇也是一样，为了保持作战半径，只能选择携带更多的燃油，相对的武器数量就不够了。恰巧当时美国还有一个未来垂直起降飞行器计划，美国研制战机流程各位都知道，飞机研制，动力先行。军机的作战性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航空发动机的先进程度，而且发动机研发难度更大，周期更长，所以发动机的优先级要比军机本身更高。于是美国陆军大手一挥，直接安排了3大计划：改进涡轮发动机项目、未来经济可承受涡轮发动机和替代概念发动机计划，为 FVL 提供动力技术储备，顺带增强一波自家现役军用直升机的战力。按照美军的财力，现在计划自然都在实施。2016年8月的时候，美国陆军就向普惠和霍尼韦尔合资的 ATEC 以及通用电气售出总金额 2.56 亿美元的改进涡轮发动机项目初步设计合同。9月，通用电气公司交付了首台未来经济可承受涡轮发动机整机用于实验。10月，先进涡轮发动机公司又获得替代概念发动机项目合同。需要注意一下，虽然这3项计划都在实施，但是需求背景、能力要求以及性能目标都不相同。比如 ITEP 主要是用于提升现役主力直升机的性能，而FATE 计划是为 FVL 提供动力装置， ACE 的重点则是提供技术储备，涵盖全面，主要攻坚尖端技术。在这3个计划中，改进涡轮发动机项目 ITEP 的优先级最高，而 ITEP 就用于阿帕奇与黑鹰的发动机。在竞标者中，霍尼韦尔和惠普合资的 ATEC 开发了 T900， 通用电气则是推出 T901。看名字就知道谁更强。2019年的时候，美国陆军宣布 T901 成为 ITEP 的获胜者。火力军估计，美国陆军是看上通用电气研制 T700 发动机的经验，在之后的改进中，无疑是通用电气更有优势。当然 ，T901 发动机本身的性能自然也不落下风。按照计划 ，ITEP 项目的具体目标是使发动机的动力提高 50%， 燃油效率提高 25%， 并降低生命周期成本，提升现役主力机型的性能和经济性。换装发动机后，黑鹰可以在1829米和35度的环境中搭载满编的11人步兵班，
航程提高30%，载重增加50%。阿帕奇巡逻时间可以增长50%，载重增加1500公斤，同时降低油耗和成本，减少任务期间的加油次数。而按照通用电气的测试 ，T901 发动机的性能甚至已经超过 ITEP 项目的要求，具体提升了多少，通用电气也没有透露。唯一能确定的就是 T901 发动机的设计构造。通用电气在 T901 的技术上已经投入了上百亿美元，并且在2017年10月的时候就已经成功完成了 T901 涡轮轴发动机原型的测试。在自家财力的支持下，处于业界领先的通用电气自然不是通过机械复杂性来满足 ITEP 的要求，而是使用单轴设计。这种设计方案可以使 T901 发动机成本更低，重量更轻，完全实现模块化，更容易维护，并且模块化的设计在升级上更占优势，毕竟可以对发动机模块逐步改进。所以 T901 发动机设计的关键就是单轴设计，实现了成本效益和战斗所需要的模块化。单轴核心就意味着压缩机和气体发生器中的所有旋转部件都在一个轴上，并以相同的速度旋转。相比之下，双轴心结构是将压缩机分成2个独立的旋转转子，每个旋转转子由同心轴上单独的燃气涡轮机驱动。双轴心结构增加的阀心就需要额外的框架、附加轴和附加轴承，这些都增加了发动机的重量和复杂性。这也就意味着直升机可用的有效载荷会减少。另一点，将这种比较复杂的发动机整合到飞机中也会更麻烦，更别说拆卸了。所以相比较之下，双轴心结构的维护成本也更高。在制造技术这方面， T901 发动机也更占优势，比如轻量化。通用电气在 T901 发动机中使用了自己在喷气式发动机中使用过的高温材料，比如 LEAP 和 9X 发动机制造中使用的 3D 打印技术，比如比金属部件更轻、更耐用，而且可以承受更高温度的陶器基复合材料组件。可以说 T901 就是陆军垂直起降飞机领域中的大哥大，也算是通用电气在商用和军用发动机业务中开发和成熟技术的集大成者。在实践验证方面，通用电气也已经通过在2017年11月份，通用电气和美国陆军就成功将一个全新的 T901 发动机安装到了阿帕奇和黑鹰中，结果无缝集成，彻底完成了 T700 到 T901 的平稳过渡，在明年将会进行试飞测试。值得一提的是 ，T901 除了用于黑鹰和阿帕奇，美国陆军还考虑将该发动机配装 FVL 系统簇中的轻型机。FVL 我们上面已经说过了，未来垂直起降飞行器，也就是下一代的直升机，而系统簇却是美国空军的说法。美国空军是以系统簇取代单一下一代战斗机平台，大概的意思就是之后美军的空中优势不再依靠单一战机来实现，而是分层次，所有的战机都是一个 team， 利用自家在空中、太空和网络空间实现空中优势，把重点放在创造一个网络化部队，不再是单单依靠某一个战机。这基本就是颠覆了美国空军的发展计划，意味着二战时的 P51、朝鲜战争时期的 F86、越南战争时期 F4、冷战时期的 F15以及今天的 F22都是过去式。在美国空军的发展计划中，未来的空中优势是要有一系列的能力，比如集成在共享网络上，并作为一个团队战斗。这点其实和美国的空中僚机计划很相似，战机不再是单打独斗，而是分工合作，或许各位也可以叫它分布式作战。这点就火力军感觉也不是很难。对于美国空军而言，缺的只是一个整合平台或者说联网的系统。毕竟美国空军本身就是依靠自家的全境能力在实现空中优势，比如波音公司 E3 为 F15和 F22提供来袭目标的早期预警信息，大致的方向就与此类似。不过系统簇比这种更完整，按照火力军的理解，一个 team 大概就是一个负责攻击的战机，携带几个无人机或者是预警机，然后无人机负责侦察周围的战况，如果有必要也可以使用空机的卫星，然后将获取到的信息上传给同一个网络平台，之后网络平台筛选出选项中的最佳选择，
则，最后通过软件算法自动选择武器，然后达成目标。或者说将现有的战机组成一个 team， 侦察、预警、打击都是战机负责。这也是为什么近几年美国空军基本上没啥下一代战机的消息，基本上都是在研发新的传感器和通信链路以及开放系统计算架构。美国陆军则是把这个概念移到了自家的直升机上面，也就是 FVL 系统簇的轻型、中型和重型垂直起降平台。T901 就是用在轻型机上，中型机的发动机则是未来经济可承受涡轮发动机 FATE 计划，之后用于替代黑鹰等直升机，这也是 FVL 计划的重点。按照 FVL 系统簇中型机的性能要求，在高温高原环境下的作战半径需要在424到795公里之间，巡航速度426到574每公里，作战半径比黑鹰高了大约53%，速度提高了81%，性能可以说是直线上升。美国贝尔直升机公司在参与 FVL 系统簇中的中型机竞争时，就直接展示了该机的未来部署。在韩国、冲绳以及台湾部署之后，作战半径大幅度上升，大大加强了第一岛链的威慑作用。只是军机的性能越好，对发动机的要求也就越高。FATE 的计划是研究3675到7350千瓦级大功率涡轴发动机技术，除了用于 FVL 系统簇的中型机，还可能用在 CH-47 支努干重型直升机上，替代现有的 T-55。与目前使用的传统发动机相比，新型发动机油耗降低35%，功率重量比提高80%，设计寿命提高20%，生产和维护成本降低45%，任务难度比较高。美国陆军就把这个难啃的骨头交给了通用电气。是的，又是他。FATE 与 ITEP 都有通用电气的影子，可见美国陆军对其的重视，而通用电气也没有辜负美国陆军的期待。其验证机使用了很多黑科技，比如先进的气动技术、最新的冷却结构、先进的材料等等，最大层限度地提高了发动机的转速。现在通用电气已经对多个部件和2台发动机进行了测试，包括入口颗粒分离器、压气机、燃烧室和涡轮，预计到2025年就能提供产品。ACE 计划则是美军先进涡轴发动机暨预研计划，目的就是提供未来各 FVL 旋翼机发展所需要的发动机技术，基本上就是一个技术包。ITEP 与 FATE 计划，如果谁技术不够了，就可以找 ACE 寻求一下帮助。所以这3个计划看起来是各玩各的，但背地里都有技术交流。就比如 FATE 计划里的技术不仅是用于下一代涡轴发动机，还用在了 T901 发动机上，这点其实跟这3个计划本身有关。美国陆军在安排计划的时候，着重点就放在了通用基础技术上，比如3维气动设计、陶瓷基复合材料、增材制造等都属于通用。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虽然火力军一直提未来，但是未来垂直起降飞行器计划并不是刚开始的新计划。FVL 计划其实早在2008年就已经确立了，包含了从小型到中型的整个飞行器家族，目的也很简单，确保美国在21世纪以及未来在垂直起降领域的优势。不过发展速度各位也都看到了，到现在也就只有1个发动机，所以美国陆军又专门启动了 JMR 计划，改变技术积累薄弱和型号发展缓慢的局面，目标就是依靠现有的设计方面，全新研制出一系列新型直升机。根据作战需求，新一代直升机的飞行速度必须达到426公里每小时，比现役常规直升机要高出2倍。所以 JMR 计划与 FVL 计划基本上是一脉相承，前者是一项技术验证计划，而后者是一项装备发展计划。各位也可以将 JMR 计划看作一个加速器，加速 FVL 计划的完成。2013年的时候，美国陆军分别与4家公司签订了技术投资协议，着手研制适用于21世纪作战任务的轻型和中型直升机，分别是贝尔公司与洛马公司联合团队、西
科尔斯基公司与波音公司联合团队、AVX 飞机公司和卡雷姆飞机公司。其中，西科斯基团队的设计方案基于 X2 验证机构型，采用了共轴双旋翼加尾部推进桨的布局，也就是 SB1 验证机。贝尔团队的设计方案采用了类似 V22 飞机的轻转旋翼构型，也就是 V280 验证机。AVX 公司提出共轴双旋翼加2个涵道风扇的构型，卡雷姆公司推出了最优转速轻转旋翼的方案。最终的胜者就是贝尔公司团队和西科斯基团队。2014年，美国陆军在对这4种方案进行了全面评估后，分别授予贝尔公司团队和西科斯基团队一项 GMRTD 计划第1阶段合同，将各自研制 V280 和 SB1 技术验证机，完成相关的飞行测试。同时，美国陆军也授予 AVX 公司和卡雷姆公司有关合同，继续研究未来的垂直起降技术。类似的计划还有美国陆军在2018年提出来的未来攻击直升机计划。所以，还未服役的下一代直升机还有突袭者 X 以及贝尔360步驱式直升机，这2款直升机的原型机都已经完成了90%，而且其中还有98%的零件已经到位，差的就是一个发动机。主要是美国陆军为了简化后勤，就规定这2家公司的新型直升机都必须使用通用电气的 T901 发动机，也就是之后上阿帕奇与黑鹰会使用的发动机。只是该发动机现在正在测试，没有实用，所以突袭者 X 与贝尔360步驱式直升机都没有发动机用，飞都飞不起来，就更别想测试服役。这点也一定程度上使这2款直升机的性能更强，毕竟试飞没办法试飞，就只能继续完善自家的直升机，以便可以更好地达到美国军方的要求，甚至超过。所以别看美国的直升机一直没新服役，阿帕奇在更新到 E 之后也没啥动静，但在背地里的技术却是藏了一大堆。火力军估计在2030到2035年就会出现一个井喷，现在是处于厚积薄发时期。GMR 计划验证之后，现在就只需要等待 FVL 计划开花结果。这期视频就到这儿结束了。各位认为美国的直升机什么时候可以更新换代？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如果视频内容有不对的地方，也可以在下方指正。我是火力军，下期见。